瓦格纳正在向黎巴嫩提供武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情报显示，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正在计划向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武装提供防空系统来对抗以色列。而另一边的以色列也不甘示弱，公开表示自家的防空系统已经完成了首次太空拦截弹道导弹的任务。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目前呢，中东地区的冲突已经扩大到多个武装和以色列对抗的局面了。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西方集团并没有放弃对俄罗斯的关注。近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大名鼎鼎的瓦格纳集团正在向黎巴嫩的武装势力提供铠甲 S1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该系统呢，配备30毫米双管高射炮和12枚地空导弹。虽然目前美国并不清楚这套防空系统是否已经送出了，但美国的情报人员正在跟踪有关情况。美国认为瓦格纳的防空系统可能会由叙利亚转交给黎巴嫩武装。这件事情的爆出呢，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啊，瓦格纳是否会加入这场中东冲突呢？俄罗斯方面对此事很快也做出了回应，表明他们并没有干预中东地区的冲突。美国的媒体报道则是一种误导和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因此此事究竟是真是假，就看各位自己的判断了。但若是这件事情是真的，那么就代表俄罗斯已经有了参与中东冲突的准备了。毕竟在普里戈金一众高层坠机后呢，现在的瓦格纳已经基本被俄罗斯收编了，其接任者白发安德烈·特罗舍夫就是普京坚定的支持者。现在瓦格纳想要向黎巴嫩武装援助防空系统，是很难绕开俄罗斯国防部的。只不过依照美国的情报来看，俄罗斯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小气啊，就援助一套铠甲防空系统其实并不能起到太大作用，而且这款系统的实战效果其实也并不出彩。铠甲 S1 防空系统，北约代号 SA-22 灰狗，是一套俄罗斯生产的弹炮合一防空系统，为取代之前的 2K22 通古斯卡系统而设计的。其具有单车进行间独立作战能力，使用相控阵雷达的目标获取与跟踪，由导弹和高射炮2套武器一体组装构成，并且由同一雷达控制。在实战中呢，多被应用于伴随坦克团、摩托化步兵团行进，并为其提供防空服务。其理论射程达半径30公里，高度15000米，近防雷达有效半径5公里，可以同时追踪4个目标。在第2次利比亚内战期间，哈夫塔尔部队从埃及和阿联酋获得了出口版的铠甲 S1， 但被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成功摧毁。到了俄乌战争中呢，俄罗斯又派出了多辆铠甲 S1 进入前线战场，但因为刚好遇到了冬季转春季，而且战场路型呢多为野地，导致数量不明的铠甲 S1 因轮子卡在了泥泞中，无法及时逃离战场，而被乌军俘获。到了2023年7月份，又有2段铠甲 S1 防空系统拦截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视频流传出来。视频中呢，在铠甲 S1 防空导弹系统的雷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枚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正在飞行。俄军随即也对其进行了拦截。俄军总共发射了2枚 95YA6 型拦截弹，但均没有击中目标。其中第1枚拦截弹从目标尾部擦出，还算偏差不大。而第2枚的准头就十分夸张了，它甚至没有出现在雷达的屏幕上，不知道打到哪里去了。在视频最后呢，雷达屏幕上出现一大团火球，显然乌克兰军队发射的风暴阴影已经准确击中了俄军目标。此外呢，还有另外一段视频显示，一台野战状态下的铠甲 S1 使用4枚拦截弹，仍然没有击中风暴阴影。要知道，风暴阴影的速度并不算快，其最快速度也只有 0.9 马赫。但即便如此，俄罗斯还是无法对其进行拦截，因此这款防空系统恐怕也无法在中东战场上发挥出太大作用。当然，在大兵看来呢，其实俄罗斯援助的防空系统好不好倒是其次的，最主要的还是俄罗斯的态度。若是俄罗斯真的愿意援助黎巴嫩武装防空系统，就意味着他已经有了双线作战的打算。当然，这里的双线作战并不一定非是要俄罗斯出兵进攻以色列，而是以军援的方式去中东打一场代理人战争。有了俄罗斯的支援，就有可能导致黎巴嫩武装与以色列接壤的边境地区爆发更激烈的冲突。毕竟从巴以冲突爆发，黎巴嫩武装的态度来看呢，他们似乎也并不愿意卷入一场全面战争。
但若是有了俄罗斯的支持，则可能会导致其重新考虑是否开辟北部战线。因此呢，在最近几天当中，除了也门一直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之外，黎巴嫩地方武装也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出其庞大的努尔反舰导弹库存。其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表示威胁称，如果冲突升级，将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军舰和飞机。该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并迅速获得了关注。据了解，这款努尔反舰导弹的长度为 6.4 米，飞行距离达到120公里，可能的速度为 0.8 到 0.9 马赫。与此同时呢，黎巴嫩地方武装还对以色列使用了在当前冲突中未使用过的导弹，打击了以色列的阵地。这种态度呢，也是以色列需要将1/4的空军和一半的防空部队留在黎巴嫩边境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其武装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将于本周五公开发表讲话。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次讲话可能会表明黎巴嫩武装是否计划全面介入冲突。除此之外呢，在最近，以色列国防部门还罕见地透露了反导系统拦截弹道导弹袭击的一些细节内容。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在11月5号的报道，以色列国防军首次使用剑3导弹防御系统，在大气层外击落了来袭的那枚名为卡达尔的中程弹道导弹。该导弹呢是伊朗沙哈布3导弹的增强版。据了解，这次袭击呢是也门胡塞武装从也门北部向以色列南方一座城市发射的，导弹的飞行距离呢大约为1600公里。这种弹道导弹通常沿着亚轨道轨迹，将一枚或者多枚弹头发射到预定区域。按照中程弹道导弹的弹道最高点为最大射程1/4的定律估算，这些导弹的弹道顶点高度大约有400公里。但以色列拦截的是导弹越过顶点的下降末端，其高度呢应该在100公里左右，也就是刚刚超过了大气层的高度。这里标记着地球大气层和外层空间的分界线，因此呢，以色列在高度100公里以上拦截来袭弹道导弹，也就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外太空拦截并且击落弹道导弹。这次拦截战斗呢，还创造了一项新纪录，即现代战争史上使用反导系统拦截的最远距离弹道导弹袭击。值得注意的是，从1991年海湾战争到现在，各国历次反导拦截作战大都是在大气层内进行的。比如乌克兰拦截俄罗斯发射的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全都是几十公里高度的末端拦截。因此，以色列这次太空拦截也被人们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以色列舰式防空系统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991年海湾战争。当时以色列城市面临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威胁，这种导弹击溃了美国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这导致以色列国防军成立了霍马组织，旨在为国家建立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后来呢，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与美国国防机构联合研制出了全世界首个专门为拦截弹道导弹而设计的舰式系统。现役的舰系列反导系统有舰2、舰3两个型号，两者都是专门针对敌方弹道导弹、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等空中威胁进行防御。该防空系统采用先进的雷达和电子战技术，具备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和高超音速打击能力，可以为军队提供高效可靠的空中保护。据了解，一个舰3防空系统包含了由 IAI 艾尔塔系统公司开发的 ELM2084 超级绿松树预警和火控雷达、香橼树战斗管理中心以及榛子树发射器控制中心组成。其中呢，新型雷达 ELM2084 的射程呢和分辨率都提高了50%，其拦截高度超过了100公里，拦截最大射程可以达2400公里。在超级绿松雷达的加持下，舰3防空系统可以探测至少800公里的目标，因此大大增加了其作战距离，这也让该系统成为以色列防空的核心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呢，根据了解，舰式系统的成本很低，舰3反导系统的前身舰2的成本仅相当于爱国者3防空系统的1/6，而舰3呢又比舰2低了1/3，这意味着以色列可以大量装备这款系统。在拦截方面呢，该系统采用复合制导体制，拦截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尾喷口处安装有裙边造型的飞行稳定装置，其动能杀伤器上携带有红外导引头和姿轨控系统。
这些先进技术不仅赋予了剑3超强的机动性，使其抗干扰能力超出了绝大多数防空导弹。此外呢，以色列空军的 F-35I 战斗机前几天还首次拦截了超低空飞行的远程巡航导弹。以色列国防军发布了视频，宣称以色列空军的一架 F-35I 战斗机击落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圣城2远程巡航导弹。这种射程2500公里的巡航导弹是在伊朗研制的巡航导弹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以色列呢，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在实战中使用 F-35战机的国家。从以军发布的视频看呢，这次拦截战斗是在视距内进行的。F-35I 隐身战斗机使用机头下的光电观瞄系统，稳定跟踪在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然后发射了空导弹将其击落。要知道，使用空军的战斗机去拦截超低空巡航导弹，是公认的难度最高的空中作战任务之一了。由于巡航导弹是贴近地面的低空飞行，很难进行远程预警以及及时拦截，因此也门发射的巡航导弹要比被太空拦截的弹道导弹的威胁更大，更让以色列担心。那么说完最近的热点事件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当前以军在加沙地区的进展。以色列国防军在11月7号发布了在加沙的最新进展。据了解，当前以军的地面部队已经从南部和北部2个方向攻入加沙城的中心地带，目前正在加强对加沙城周边地区的封锁。以色列国防部部长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摧毁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基础设施、地下掩体、通讯室及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在11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于一处哈马斯据点发现作战计划、地图、组织分布、通讯设备以及指挥官和战士个资等大量情报讯息。这些信息呢，将有助于以色列在接下来的行动。目前，哈马斯的政治局局长叶海亚·辛瓦尔所在的地堡已被包围，称其与周围的环境隔绝，他的指挥系统正在削弱。从哈马斯的反应来看呢，这次事件应该是真的。另外呢，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军正在使用 AI 和自动化技术，快速准确识别并打击哈马斯目标。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似乎他们高度先进的人工智能主导的目标库已经帮助以色列士兵1天内摧毁了150个地道目标。报道称，以军在本轮冲突爆发前的数月呢，就已经宣布将把 AI 技术嵌入军事当中。以官员表示，以军将采用先通过 AI 推荐系统选择空中打击目标，再使用另一模型系统组织袭击的模式，后者呢被以军称为开火工厂，旨在通过军方批准的袭击目标数据来计算弹药装载量，对数个目标进行优先级排序，然后呢将任务分配给战机或者无人机，最后生成袭击时间表。虽然以色列并未透露是如何使用人工智能进行识别打击的，但就从能力的角度来说呢，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乃至全球在军工技术尖端 AI 技术方面具有相当基础和底蕴的国家，是具有将 AI 识别技术用于加沙战场能力的。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